现在是一个信息年代，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能得到的信息是越来越多，但是呢，很混乱。看了我们都不知道相信谁啊！当然，这些信息当中，有些是对的，有些是错的，有些是让我们输钱的，有些是让我们可以赚钱的。那我们应该如何来消化这些信息呢？大家好，我是西爸爸张志云。上个星期我身体有点不舒服啊，现在呢正在康复啊，所以事不宜迟呢，今天给大家多一点满满的超过10个可以提升大家投资回报的方法和想法啊，所以大家一定要留着。顺带一提呢，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这个频道的话，现在就订阅这个频道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那你就不会错过任何一个有用的视频了啊。那讲回如何可以提升我们的投资回报呢？很多的人做错的事情就是他们买卖一个股票是基于哎呀，我什么时候买的，什么价钱买的，现在跌了应该捞底吗？现在这个股票跌了多少，可以捞底吗？我亏损了这么多，不能卖啊，等等，他们这些焦点都是放在过去。而真正可以提升我们投资回报的是对未来的一个预测，所以今天首先给大家探讨一下如何可以通过增加我们预测的准确度，提升大家的收益。大家有没有发现，去年年底的时候，我在这个视频里面已经预测到美股有很大的一个调整的机会，今年美股真的下跌了，很多的网友避开了在美股里面损手烂脚啊。后来呢，我看到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局势紧张了，我在这个视频里面也讲到了石油和一些石油相关的股票了。到现在无论是石油或者是石油的股票也涨了好多啊。到后来真的开始打仗了，我开始预测到一些贵金属它的价格会涨啊，包括有关的矿业股也会涨上去啊。在过去短的几个星期之内，这些股票也涨了20%、30%多了啊！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如果你可以预测未来，而且是准确的话，那你的投资回报就可以了啊！第二点是，光是你预测准确还是不够的，这个时候还要市场是错的。市场其实是代表的集体的大多数的其他的投资者，你要做到是你是对的，市场是错的。那如果这个市场也是对的，你也是对的，其实是没有用的。比如说，在一开始打仗之后，我第一个想到就是军工股啊，那些生产军事设备的股票，他们肯定会涨上去。但是这个时候我看到了，市场也看到了，所以我一看，比如说 Rocky Martin 这只股票已经涨了很多了啊，敢不敢追？不敢追。所以这个时候市场是对的，我也是对的，其实对投资的收益帮助不大。那要做到什么是可以帮助投资呢？是市场是错的，我是对的。比如说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石油的价格会涨很多，市场只是慢慢的反映出来那个布兰特的石油从93块涨到95块，涨到96、7块。这个时候我觉得俄罗斯受了制裁之后，石油价格的涨幅远远不止95、96、97。这个时候市场错了，我看对了，这个我的投资回报就有很好的一个得益了啊。那好了，我们如何可以增加我们对未来的预测的准确度呢？因为准确度越高的时候，我们越有信心去行动，对吧？如果我们准确度只是50%的 50-50 那就算我看明天会涨，后天会跌，我都不敢去行动，对吧？如果我的准确度只是到了60%，其实在这个时候我都还是不敢行动的，因为60和40这个中间的差别不是太大。但如果我的准确度对自己这个准确度信心到了70%或者以上的话，那我就有信心去行动了。所以如何可以增加我们的准确度呢？我们这一次用俄罗斯乌克兰这个局势来教大家如何可以增加我们的准确度那首先呢，在这里我是不设立场，不去评论俄罗斯出兵到底是俄罗斯不好呢，还是乌克兰不好呢，还是北约不好不设立场，这样的话才能更客观的观察到一些事情所以今天只是分享给你我观察到的，给大家
作为一个参考啊。当然呢，有什么意见都可以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意见。那在这里呢，我想介绍4个中文字，它们都很巧啊，都是叫像。中文、普通话、华语都叫像。第一个像什么？是表象。我们表面上看到的现象叫表象。比如说这次俄罗斯出兵乌克兰了，这是一个表面看到的现象。第二个呢是想象，我们马上会想象到很多一连串的东西。比如说俄罗斯出兵是因为乌克兰要加入北约啦，加入北约之后就可以放导弹在俄罗斯的后花园了，对俄罗斯造成了很多的威胁啦。或者另外一方面因为乌克兰在镇压东面的那些独立分子啦，所以俄罗斯要出面，这些其实都是我们想象出来的，中间很有可能呢是受了不同的媒体其他的人的一些意见，或者他们想象出的一些事情影响到我们，也产生了我们自己的想象。第3个叫幻想，那我们也幻想到了哇，这个打核战了怎么办？幻想是避免不了的我们脑袋会动脑筋，自然会幻想了，那台湾会怎么样中国大陆会怎么样或者是下一个欧洲的国家被俄罗斯出兵的是谁等等等这些幻想那好了，第4个才是最重要的，是真相。真相是什么呢？其实我们都不知道的，但是我们很自然的把自己的想象和幻想出来的东西，包括我们看到的表象以为是真相。真正的真相我只能说不是表象，不是幻想，不是想象。大家又有没有发现呢？比如说在中国大陆，很多人的意见是一面倒，在 YouTube 或者是 Facebook 上面看到的意见又是另外一个。其实我们大众的意见都是非常受着社交媒体的立场所影响的。而且在这里呢，因为我们设了一个立场，我们不喜欢跟我们对立的那些立场，我们马上跟他们 unfriend 或者觉得他不是讲的真的，不看他的新闻了，然后社交媒体会推更多的跟我们看法一样的所谓的新闻意见立场给我们，让我们越来越进入了一个圈套，叫 conformative bias 确认性的偏差，使到最后我们觉得我们的意见我们的立场就是唯一一个真理，这是 far from the truth。但是这是 unfortunately 这是一个社交媒体出来的一个极端化，我们现在立场越来越极端化的一个偏见了。所以你看到现在在这个社交媒体的影响底下，包括有些立场不对的，比如说 Facebook 和 YouTube 会删除掉一些某个立场的账号，在中国内地当然也会删除掉某些立场的账号使到我们的人以后看到的新闻是越来越 divided， 看出来的世界是越来越不一样，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危险的那回到了投资，我们如何应用呢？在现在越来越极端的情况下，我相信市场错的机会会越来越多以前我们曾经讲过 efficient market theory 市场有效论，假设市场是有效的，是市场里面每一个人都是理性的，而且他们是对的。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么多的社交媒体，使到我们确认性有偏差，在这个时候市场错的机会会越来越大。那我们只要耐心的去看，知道自己是对的，市场是错的，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行动，在投资方面看对了以后，这个市场朝我们那个方向走了，我们就有所得益了那当然了，最后要提醒大家一点，就是我们不光是要预测一个市场到底是怎么走，我们还要预测自己的预测准确度有多少没有一个人是有水晶球可以100%准确的，对吧？如果短期内很幸运100%看对了几次，不代表永远可以这样下去也不会100% 是错的。如果100%是错的话，那以后我们所有看的东西只要倒着来做，那就发达了，对不对？一般来说，我们的判断可能是50-50。那如果是50-50的话，我们不需要行动，对吧？当我们
们确定我们的准确度大约有70%以上，这个时候采取行动也可以啊。我观察到一些业余的投资者他们经常犯的错误就是过分的活跃去交易，因为他们感觉到自己每次都是对的。你每一次买卖的时候，其实你都在 bet 你是对的，市场卖给你那个人或者是跟你相反做的那个人是错的。其实我们平时没有那么大的一个准确度的优势，所以我们平时不要太频密的去做买卖，因为这样的话会损失很多的交易的成本。而且如果每一次我们在做买卖判断当中都有一点点的偏差，都有一点点的 error 每一次做错事情我们就会有损失，对吧？如果我们越频密的中间有很多的 error 的话，那我们中间就会累积了很多这个输掉的冤枉钱。所以平时不需要那么频密的去买卖，但是当我们确认了我们的准确度有70%以上的时候，这个时候在巴菲特的那个言语里面叫果然的挥棒了baseball 一样要挥棒了。那好了，今天讲了几个可以提升我们投资回报的思维和习惯。很多人觉得很难做到了不设立场，对吧？我们是习惯了去有自己的立场，然后批判跟我们立场不一样的人。但是我们要记得，当我们有立场、有偏见、有 bias， 我们分不清真相还是表象、假象和幻想的时候，到最后损失的是谁啊？损失的是自己在投资上面的判断的错误。大家有没有发现，好多时候我们觉得又被割韭菜了，10个散户9个输，很多的业余投资者都是输钱的，为什么呢？其实就是我们犯了这些毛病所以当我们通过修炼分清楚了，不要设立场了，要独立的思考了，客观的去观察真相了还要做记录，记下来到底自己平时的判断预测准确度有多少个%，这样的话我慢慢可以提升自己的思维我们的投资回报也会跟着提升了。那当然学习投资呢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只要大家花多点心思，不断的跟着一个好的老师来学习的话，给自己几年时间提升了之后，以后在股票市场也好，其他的投资市场也好，会源源不绝的赚取一份额外的收入。所以我觉得值得大家花多点时间来学习那最后呢，再给大家一个锦囊妙计经常问一问自己为什么。比如说，为什么俄罗斯出兵乌克兰，香港的股票会跌？香港跟俄罗斯乌克兰有什么关系？香港的中移动会跌，乌克兰的局势会影响中国的打手提电话的人他们的交费吗？那为什么中移动会跌呢？经常问这些问题的话，可能你会发现很多地方很多时候市场是错掉了当你很确认这个市场是错的，你是对的时候，那应该有点信心去行动了。那这样的话，大家可以提升大家的回报了。总结一下的话，大家一定要有独立的思考。第二个，不要设有立场。第三个，要客观冷静的去分析，而不要急于的去批评。分清楚到底这个是真相还是我们自己的想象和幻想那今天我们讲了很多东西希望对大家有所启发。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的话，可以点赞，并且把今天的视频分享给更多的人。直到我们订阅者超过某一个数量之后，我会拍摄一个公益课回归大家。那我们下次视频再见喽。